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傍晚时分去了杂货店，留下了一组精彩的照片。年末操她不戴面纱到底是真是假？杨紫表示，下班一起去杂货店吧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她真的去了一家杂货店，留下了一组没有戴面纱的精彩照片。照片中的她一身港风，身穿植物风长裙，外搭长袖外套，头上系着发带，别有一番风情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晚上很晚，因为她是店里的主要顾客。幸运的是，她身边还有其他人，或者至少是为她拍照的人，也许是她的助手，没有露脸。每个人都知道这已经足够困难了，但是有充分的理由需要走得更远，对吗？杨紫进店的时候并没有要戴面纱的意思。她害怕的新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或者另一方面，您可能会觉得在放弃之后，污染最终会发生。与其过分强调，不如忍耐。您可能同样会觉得午夜时分没有人，因此有充分的理由需要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。这是不正确的。说实话，直到被感染的患者在大约2天后的某个地方进入商店，感染仍将存在。因此，一般商店的疾病赌博非常高。前段时间有个女明星故意让自己沾染，说是为了整个春节不沾染别人，肯定是提前被感染了，万一有了抗体她就不怕了。然而她的行为举止受到了大家的责罚，并为此道歉。杨紫这么放松，她也会有这种想法吗？无论如何，你不会被污染，年底还有很多练习。如果你能决定现在被感染确实更聪明，基本上有机会和意志力去康复和治疗。万一到年底出现污染，大范围的演习将被破坏，这样的不幸将是不正常的。随后，杨紫现在并不着急生病。假设像我们广东的低杀毒株，我也支持杨紫的推理，但上海主要来自浙江和江苏，压力就像在北京一样。沾染上之后真的很尴尬，甚至出现红斑或者脱皮都不是问题。考虑到是地狱犬的可能性，结果就更不可思议了。随后，名人需要提前被感染并不是一件好事。感染后，让其他人进一步降低感染的毒性更为安全。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位明星正在考虑参加这个场合。无论如何，早病肯定不是一个体面的安排。最好的结果是完成广泛的锻炼并坚持到农历新年再次被感染。我相信杨紫也曾为此苦恼过。这一次，她没有戴面纱走进杂货店。也许她并没有我估计的那么混乱，也许她短暂的摘下面纱是为了露出她绝美的容颜，只是为了拍下这组照片。女士们能有效地拍出令人愉悦的照片，这并不令人震惊。感觉杨紫离开欢瑞之后，到前不久，好像还没有真正的戏拍。我是否必须寻找另一个商业组织，或者决定像一个独行侠一样行事？很显然，杨紫有一个工作室，而且不是她一个，还是合作的。现在新人蜂拥而至，青春靓丽的艺人都需要站出来，甚至有人期待杨紫、迪丽热巴、杨幂、杨颖等人直接换人，为他们负责。媒体本身的反对是野蛮的，这种内讧无论如何都不会像往常一样。不过，实力雄厚的人也不会很快被斩杀。截至目前，杨紫的名气依旧坚挺。无论演出时间有多长，她都会引领一股追求狂热的力量。不过，杨紫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拍戏了，应该尽快寻找新的资产，以保证有剧可赚。杨紫这么有名，播放列表应该是无穷无尽的，这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会有特别爽的一幕？说实在的，大家并没有意识到，人家知名度其实是这样的，完全是合作资产，但出名后，报酬也同样增加。比如你要1亿元，一个年轻的新人只要800万元，那你就应该把他当成资金支持者和负责人来考虑。新人的名气一般不是特别好，但往往是慢慢培养起来的。万一菜鸟名声大噪，资方和首领就发财了，1亿支分给菜鸟800万，剩下的由他们瓜分。为此，重要的首领喜欢奉承新手。像杨紫这样的顶级艺人，片酬已经定下来了，不能再降了。要杨紫那部电影，拿得最多的人是杨紫，不是出资方，也不是老大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明白了，太红了也有过红的冷场面，所以暂时没有戏也不是常有的事。02
肖战作品印证实力，瞄准一定的能量输出。网友，不要靠开放才是真正的一流。肖战这个圣诞节很挣扎，连续几天，他每天在观众面前表演8小时，没有任何混淆的空间，没有 NG 的可能，他需要在声音和感觉上都表现得完美无缺。想想就觉得可怕，但也非常值得注意欣赏。舞台上，肖战洒脱质朴，表现力极强，极具感染力，惊艳全场，获得满分好评。看过节目的人都称赞肖战是一个能力和演技兼备的学校，在短短几年内懂了一个可爱的转身，演技是肯定的。即便如此，需要寻找缺点的人会不断地追寻一个解释，陷入自我觉悟，活在幻境中，实在是出乎意料。年关将至，各档位跨年晚会、央视迎春晚会正在全力筹备中。肖战作为本土娱乐圈中知名度最高的明星，会接到很多聚会的邀约。据说有知名影视明星邀请他来压轴演出，但没有权威声明，敬请留意。以肖战的能量和地位，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，大结局就是他要去的地方。关键是肖战去不去，有没有机会和精力去。总而言之，以肖战一心一意的风范，真的是万事俱备了。然而，有些人却不切实际地忽略了这些不可否认的事情，说他参加的节目不多，一年也没有太多的开放。有没有可能在任何时候，自我宣布的主要粉丝基本上会被第一年的新兵取代？这个问题虽然很可笑，但确实是某些人的思考过程。事实上，虽然肖战没有参加过剧场演出，也没有参加过多少聚会，但这一年他的坦率还是很大的。2022年将有2场星展，一场结束，一场进行中，新增13支，加起来35支。无论是剧集的开放，还是商业的开放，都有很多。例如，是真正从年初播到年末的，许多电视时段都在重点播出它。近日，有人批评潍坊新闻是传播专家。余生同样是年初的节目，而顾伟却在 V 名单上待了140多天，直到今天还在名单上。由此可见，肖战靠着优秀的作品和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知名度，而他的人品和号召力，既能吸粉又能留粉，这才是他的本色。关于自我休养生息和自我替代，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一个幻想，他可能会在幻想中实现。此外，肖战显然在全身心投入演戏的同时，还参与了一些具有非凡正能量重要性的运动和项目，专注于正能量的结果。捐款捐物从不落伍，同样积极参与冬奥会、亚运会等重大公益活动。近来，他还参加了阿乐的正经晚间电台节目，以细腻有力的语气、清晰中肯的解说、非凡的专业度谈起了花生。人应该是乐于助人的人，而不是只谈公道，而不真正为他人着想的人。声音温润，带着一丝治愈，格外的笃定。肖战用自己的修养提倡人要有思想，要伟大，要光芒四射，堪称名人榜样。肖战是一个拥有万尺视野和不可思议的洞察力的人。各种戏剧表演和晚会的开放性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很旺盛。如果没有实力和功能作为机构，一定要热情一段时间。作品和人物的光辉，每时每刻都是不灭的光芒。那些通过公开广告脱颖而出的顶级饰品，必然会在媒体上大放异彩。他们不依赖于开放，他们也不依赖于开放。真正的顶饰才是真正的顶饰，才是导流圈常青的存在。肖战227怎么了？肖战227暗指一场由肖战粉丝引发的网络斗殴，详细描述了相似的人性。肖战和他的作品遭到网友的抵制和谴责。这一集又被称为227事件和肖战粉丝事件。2020年2月24日，某同人小说创作者在网站发布了以王一博、肖战为主角的同人小说《坠落》。文章中，肖战被设定为自闭症患者，平时喜欢做女装，准备存钱做变性手术的人，还搭配了肖战的女装造型，引发热议肖战粉丝的失望。随后，有几位粉丝找人举报这篇文章，称要跟上肖渣的步伐。的图片，这促使该同人画被驱逐，作者的记录也被遗弃。这种宣示行为激起了身为粉丝和其他网友的不屑，大家开始把肖战和他的粉丝拉黑。与此同时的多位同人小说创作者也受到了肖战粉丝的追捧。2月27日，众多路人和各大同人圈的粉丝加入战斗，
掀起了震惊全网的227非凡团结事件。2月29日，受阻出现次数增多，肖战的包厢和作品遭到抵制，口碑也受到很大影响。一时间，他险些沦为整个组织的公敌。2020年5月6日，肖战为227事件道歉，并表示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联系不是无休止的下属之间的联系。他反对监督粉丝，但很多网友不理解。2021年2月27日，肖战对227事件发表了官方回应，指出他在事件发生时搞砸了站出来的最佳时机，以自己为中心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